前不久啊，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24年法定休假日，其中呢，从大年初一到初八是放假调休，可是除夕当天呢却不放假。这条消息啊一经发布是立马炸开了锅，网友呢是一边倒的开骂，这种安排啊妥妥的是脑袋进水啊，多放一天假会死啊，谁愿意除夕当天留在公司里领盒饭吃快餐呢？迫于这种来势汹汹的民意啊，多家官媒呢只好暂停了评论区的留言功能。奇了怪了，一个合家团圆的传统年假怎么就躺枪了呢？问题啊就出在了除夕这两个字的谐音梗上，愣是让某人品到了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味道。说起这谐音文化，在华人圈向来也不陌生啊。最常见的呢，比如说这888发发发，999呢寓意着长长久久，521谐音呢是我爱你，当然也有数字4和死谐音，所以咱们中国老百姓呢都不太喜欢数字4。在这个地方民俗当中每当有新人结婚亲朋好友呢也会在新房内摆上红枣、花生、桂圆和莲子，寓意就是取个谐音早生贵子。而钟和钟谐音，所以亲朋之间送礼呢最忌讳送钟表。就连长相丑出了圈看着都瘆人的蝙蝠，就因为与福字同音，也是逆袭成功一步登天，在历史上呢占有一尊之地，成为了幸福的象征。这小民百姓尚且对谐音如此的敏感，更甭提皇族了。不过呢，历代的皇族讲究谐音，当然不会像百姓那样只图个心理安慰，讨个好彩头这么简单。这里面涉及到皇家颜面的大问题。大明开国皇帝是朱元璋，皇族呢自然以朱为姓可问题来了，明朝皇帝姓朱，这个可与二师兄同音为了保持皇家颜面，避讳朱姓，所以就只好委屈二师兄，给朱改了个名字。雅一点的呢就叫做史，俗一点叫做屯或者是志。在皇权威严、尊卑分明、不可逾越的年代谁要是敢在大街上吆喝这么一嗓子杀猪喽杀猪喽，轻则招来一顿毒打，搞不好呢还得被特务机构请去喝茶。不过大明几代皇帝说起来就连朱元璋本人呢对避讳也没有过多苛刻的要求，无非呢就是给二师兄改个名。但是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候可就变本加厉了。明武宗在位时呢下了一个禁猪令，民间呢一律禁止养猪，改成养羊了。这下可好了，二师兄是大祸临头被屠杀殆尽。明朝人李许在《季安老人漫笔》一书中就记载了当时的禁猪令，违者呢会被发配到边疆永远充军。这道禁猪令可以说是掐在了百姓脖子上的一个克政。明武宗干嘛非和猪杠上了呢？原来这朱厚照不仅自己姓朱，还属猪这一年过生日看着宴席上摆的猪肉，忽然心中大惊，自己属猪，吃猪肉不就是吃自己吗？这皇帝脑洞大开，想拦都拦不住，杀猪吃肉岂不就是吃我老朱家天下吗？想到这儿一尊龙颜不悦，马上命杨廷和写了禁猪令，颁布天下。沉鱼淫乐的明武宗没能为后世留下治世的楷模，倒是留下了一段滑稽的笑谈。您知道吗？在我们使用手机或电脑上网时即使采用了隐身模式或清除了浏览历史记录，电信运营商还是能看到我们一切的在线数据。在美国，法律是允许 AT&T、Verizon 和 T-Mobile 这些电信巨头将客户数据卖给广告商的，而且有数据表明这些公司对这项业务还在进行大量投资。怎样保护好我们的数据安全呢？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使用福布斯、CNET、TechRadar 等世界大公司评价最高的 VPN Express VPN， 它可以100%加密你的网络流量，并且把流量重新导向安全的服务器上，任何人都无法窥探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Express VPN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应用程序，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进行加密了。而且呢，也可以在所有设备上使用 Express VPN， 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电视，
甚至你家里的路由器，它都可以时刻保护你和家人的在线安全。点击视频下方我们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culturalhistory， 你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的免费服务。这元宵节啊，是中国的一大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佳节，是黄历新年后的重要节日。可中国近代史上呢，有这么一位名人，对元宵节可谓是深恶痛绝，甚至还因此将元宵改了名字，而且还改了2回。这个圆滚滚的元宵，怎么就犯了袁世凯的大忌，让他如坐针毡呢？因为这元宵袁世凯怎么听怎么别扭，总感觉这2个字都是在诅咒自己快点消亡。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他起到的一些正面贡献也不应该被忽略。比如说，他开创了很多个第一，现代的警察制、民间自治、地方直选等等。但是呢，袁世凯想要复辟称帝民间可就炸了锅了。眼下局势纷乱，要是百姓们都扯开了嗓门大喊元宵元宵，不得把自己咒死了吗？于是呢，袁世凯下令全国把吃元宵改成了吃汤圆。这一道令下，没过2天，袁世凯呢又变主意了。原因是这汤圆呢就是汤圆，让人联想到汤主袁世凯。于是又下了一道命令，让全国百姓将汤圆改成了汤团。因为这件事民间的文人编了个顺口溜大总统洪宪年，元宵改名称汤圆，明年元宵后谁还叫汤团？也有人做了一首风趣的纪实诗，诗因元子溯前朝，真话主食水上漂。洪宪当年时禁令，沿街不许喊元宵。袁世凯不惜动用大权改了元宵的名，甚至呢还下令将煤铺卖的元煤商号的字样也涂掉了，只是担心元没了。可即便这样也没能够逆天改命。复辟之后，他皇帝的春秋大梦也只是做了区区的83天，屁股下的龙椅还没捂热乎呢，就被各省联手赶下台，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说回到咱们视频一开头的新闻，据说2013年习近平刚刚上任时呢，就取消过除夕假。那个时候他的权力呢尚不稳定，为了避讳生怕除夕呢变成了除夕，所以呢刚一上台就取消了除夕。这10年过去了，习近平也成功的连任了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已然大权独揽。可为什么又对除夕耿耿于怀了呢？网上流传原来是一则预言，突然让习近平寝食难安。一个呢是铁板图，据说当权者非常相信预言。铁板图上一只白羽毛的鸟撞死在山腰，而白羽这2个字合在一起呢，正好是繁体的习字。白羽鸟血溅山鞘是不是暗示执政者在自己的任期上会出现什么意外呢？此外，退位图第46项颂曰：有一军人身带弓，直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里的卦象与关键字行刺、宫廷政变、血光之灾紧密相连。再看看第46项中的那幅图，白头翁身后边藏着一丛的竹子，竹和朱砂的朱字谐音，这杀气腾腾令人是不寒而栗。对背图第43项颂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进不进不可说。这2023年恰好就是黑兔年，2024年呢是青龙年。这里的欲进不进不可说，暗示了强烈的变动，预示着可能发生政变、兵变，当权者害怕发生的血光之灾除夕，有人觉得这个呢就是个搞笑的脑洞，顶多让人会心一笑。可是此刻在中南海，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谐音梗而辗转反复，彻夜难眠呢？中国人常说怕啥来啥。100多年前的袁世凯曾担心元宵不让自己消亡，而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力多次改名。不过在历史的巨轮面前，这些无非就是螳臂当车。如今呢，也有人在用同样的手段做着相同的事儿。而我更好奇的是当2024年爆竹声响起，辞旧迎新之际，命运的齿轮会不会因为除夕没有放假而会停止转动了呢？
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